位于马里兰州盖城的 Piano Craft 于2014年11月8日举办了一场吸引了众多音乐爱好者的钢琴独奏晚会，演奏者是著名的钢琴演奏家龙信珍女士。龙女士出生于台湾花莲一个充满艺术与音乐氛围的家庭，4岁开始练琴，曾就读于著名的 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 并获得了该校最佳钢琴家的殊荣。她拥有成功的独奏事业后，选择和妹妹龙爱珍以双钢琴的组合挑战新的演奏领域。完美的演奏默契以及音乐表现，让国际乐坛为之惊艳。龙信珍曾是克利夫兰国际钢琴大赛、卡萨德西国际钢琴比赛、青年键盘艺术家协会国际比赛的赢家，个人演奏的足迹遍及中美洲、东南亚、法国、比利时、瑞士以及美国各地。龙女士您好哈，您是一位很著名的钢琴演奏家，那么同时呢，你也弹奏双钢琴。对于这两种演奏形式，您更喜欢哪一种呢？还是他们各有千秋？当然是他们各有千秋。那我是一直是弹独奏开始，但是当然我现在双钢琴是跟我妹一起。那我们小的时候合作过。双钢琴的最大挑战就是钢琴的是触键的速度，如果是你们不齐的话，听起来特别吵。88个 keys times 2真的是吵得不来，所以练双钢琴要很多时间。那独奏当然是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你要把你自己内心的世界什么都出来，所以就像是你在看单人溜冰或者双人滑冰，它有它的这个它妙的地方跟它的挑战。我们知道您也出了很多专辑，那么就是对比在这个录制专辑呢，还是一个现场演奏，您更喜欢哪一种演出形式呢？哇，这问题问得真好，因为呢，现在大家都喜欢听唱片，其实听录音去听现场音乐的反而比较少。我自己虽然是独奏是很紧张的一件事，因为你就是在 real time， 你没有办法再 repeat anything， 然后所以就是好像在走钢索一样，这个注意要非常集中。但是这个对我来讲还是我比较 prefer 的一种方法，因为有观众在，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就是你在跟作曲家跟钢琴融入在一起，然后又有观众的一下这个互动的感觉。是的。那录音呢就是 microphone， 那当然你可以再重录什么的这些，有一些地方你可以稍微不用太那么紧张。但是现场演出就是还是值得，就是我是希望观众能够还是去听，因为现场演出跟听唱片的效果是非常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对，就跟我们在家看录像和到 movie theater 看 movie 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对，没有 popcorn。是的，我们知道呢，您也是一位很出色的教师。那么作为教师，就这作为教师一种经验，对您的演奏事业是不是也很有帮助？那么您对这些比较年轻的想达到很高水平演奏水平的这些年轻的演奏者来说，您有什么建议对他们？第一，我是非常赞成每个人想学音乐的都需要去学一点教学。我从小，因为我母亲也是钢琴老师，我们从教学中间可以把自己想法更加比较，因为 you already got closer because you have to teach， 就是说因为平常照这个 statistic 也是说，平常我们学东西，我们一般人大概可以记得50-60%，but 通常人你就是教一个东西，你会记得100%，因为你要教一个东西，所以教学是对一个艺术家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因为我们音乐家尤其弹独奏，很多都是自我的东西，但是你开始要从另外一个人的角色来看你在做的什么东西，就帮助你更加清楚。然后你另外一个是提到对于初学有什么建议是吧？对，就是年轻的这些演奏家。对，我是觉得现在很多父母对他们处心积虑的，就是觉得让小孩接触这个文化，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他们有时候忽略到一个，就是要让他们多听，这个环境是很重要的。就说，譬如说你在学一个语言吧，不可能就是说一直照着书本，然后就这样子念，或者听录音这样 copy， 就是你能够在耳濡目染。所以我从小是父母在家里一天到晚放音乐，我们音乐会他绝对会，父母都会带我们去听，然后也让我们去后台跟演奏家认识，甚至想尽办法把他们请来我们家听我弹这一类的。但是就是对我小时候印象很大，我父亲是留学德国的，然后他回来的时候
其实就是带一大堆唱片回来。那时候台湾古典音乐会还是古典音乐是比较稀少的，那我就是从小有这个环境，所以很好。您知道现在就是很多家长也很注重对孩子这些文化修养的培养，也越来越多的华人家庭呢，孩子从很小就开始学钢琴，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很多孩子呢，他不能够坚持，有的经常就是半途而废。那么我就想听听您的建议，对这种不同年龄段，假如说从5岁啊、6岁，然后7、8岁这样孩子，对不同的年龄段，就是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这种期望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您对他们的家长有什么建议？是音乐放弃练钢琴，很多孩子常常会发生，尤其在美国这个地方，因为小孩学生们都给了他们。家长们跟学校们，这个整个环境给他们很多选择。那选择之下呢，因为钢琴这个东西是需要练，要很多时间。那现在大家很多这个高科技的时候，大家都 push a button 一下 everything happens。那钢琴 take so long， 所以真的就像你说，他5、6岁他们喜欢的一个，有时候可能会一下子喜欢，之后会失去兴趣的时候呢，有很多方法。我觉得就像因为音乐要做得好，首先他这个表现的东西要对他有切身的关系，所以呢就要找出就这个小孩什么东西对他很 relevant。当然学生来讲，他们 concern 是什么 ？teenager 就是说stress 什么 I hate my parents whatever， 然后他这个你就说其实音乐就可以让他表现各式各样的 emotion， 对不对？那有些年纪轻的他们喜欢那种网上的一些音乐，其实也不妨说他们在 lose interest 的时候。可以让他们 expose 多不一样的这个，那当然我觉得让他们跟音乐多有接触，音乐家有接触是很重要，老师也非常的重要。在选择老师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我觉得呢，一个好的老师就像就是一个他给你一个方向，一个导航，然后他可以把你的这个热情点燃起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另外呢，你在听一个老师教，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老师自己的修养，对吧？是的。那个一个老师能够从艺术方面来看音乐的话，这个老师会对小孩的这个启发是一生的，或者就说从人生的，因为这些作曲家都是像哲学家，他们其实都在问这个问题 ，What's life, right？ 我们整个 human condition， 那一个怎么样把这个音符在谱上能够放在音乐里头，然后这个老师可以指点他一个方向。怎么把这个表现出来？这个是，那当然技巧这种东西要 another story。So yeah。好的，我们也知道您个人来说也从师很多名师哈。那么就是对于您个人来说，您觉得哪位老师对您的影响最大，或者您的最大的收益是什么？我最后一个老师是傅聪，那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 experience， 因为之前我都是跟国外的名师。很大的事，但是碰到一个这中国人，就是他用中国人的想法可以讲出来 something 我们可以切身体会的，比如说他会说这一段像孙悟空加贾宝玉这类的，然后你就马上知道什么意思。然后他是叫我去伦敦跟他学了差不多半年，他太太跟他们有5架琴在家里，所以我在练一架，他在楼上练，听他练琴就非常非常不一样，而且他那时候。就让我读了很多书，还有看什么黄宾虹的画。我觉得他有个对我启发很大的，就是他说你看黄宾的画，就是他这个有白的地方，就是说你弹琴的这个留白，你的呼吸的地方在哪里？还有你的大声的时候，就像他的黑的还是要透气。他用这些东西来诠释音乐。但是其实这些大师呢，他们讲的到终都是一样的，只是他用这个方法讲出来的时候，对我的启发很大。就是因为这种东方的文化，是对。那另外一个老师我要稍微提一下，就是 Horshovsky， 这个老师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他是提倡中庸之道的，所以他也是没有什么名气，但是他到90几岁，他弹到100岁才过世 ，full recital 这样，他是几乎就是眼瞎了，但是他耳朵就是听的，他的音色就是那种老人弹琴，一个音就是很多故事在里头这种，所以。就是很不得了呀，在 Curtis 最后1年的时候啊，真是啊，跟着这个这么多老师学习，真是很受益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个人来说比较喜欢的钢琴品牌是什么呢？对，我最喜欢是老的 Steinway 翻新的，其实因为以前的 Steinway 他们做的方法或者是木头，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因为当然琴旧的话总是不会很好听，但是它的那个
骨架在。等到它里头 action 换成新的时候，它那个音色等等，它有很多不一样的个性在里头，这是我喜欢的。然后这次我音乐会弹的，这次是我第一次弹这个钢琴，叫做 Steingräber。我其实开始的时候非常担心，因为从来没弹过这种琴。那我知道德国琴有时候很 particular， 但是我这次来弹的时候，我真的是很 surprise， 就是说它可以做那么多不一样的音色。开始的时候就让我觉得我好像需要再练更多琴。就是各个不同品牌的琴有它自己的性格，有的时候你要好像要跟它磨合一下。哦呀，这跟这越好的琴越有个性吧，就是有时候跟他相处一些，然后不能太讨厌他，要开始喜欢他之后，这个音乐就会出来了。啊，这样子。就是这又提到一个，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在选琴的时候哈，有的时候就像您说的时候，其实二手的很有名的这些名牌琴哈，比有一种说法就是二手这些名牌琴比那些新的琴，就是一般牌子的琴，其实要更好，音色呀，还是它的品质啊更好。您觉得是不是这样？从您的个人经验来说，我是在说的琴，就是说是要好的琴的二手牌，就是说比如说像 Steinway， 我自己是有2架老的 Steinway 会翻新的这种。但是你说是初学者的话呢，就是他们需要弹的琴，其实要注意一点，就是说琴不要太轻，他们没办法做。第一，他们年纪轻的学生特别需要练手力。那你琴若是太轻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 build up 这个力气。之后他们若是更有兴趣的话，家长可以考虑让他们就是那个音色可以多变化的琴。因为有时候你练好琴的话，学生自然会进步。是的，您觉得这个日本琴和德国琴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因为很多人在纠结是买这日本琴啊，还是这种德国的。是对，因为我是台湾来的，所以小时候都是练日本琴。我是到来美国那时候已经16岁才第一次弹德国琴，完全不能习惯。然后呢，也是适应一阵子。日本琴有它的优缺点，它的优点呢就是它的那个很 even。你就是从一个琴到另外一个琴不会差太多这样，然后它的这个像日本他们的这个 quality control 对吧，就很整齐。德国琴它就是德国琴要练的东西，可以让你忽然觉得你的音色变很多 ，so 它就是也是不同的性格。是。那么 OK， 那么还对于这个学琴的这些有小孩子们来说哈，那您鼓励不鼓励他们就是尽量多的去参加一些比赛啊，或者是这种活动？因为像在这边学琴的一些孩子，他们经常老师会有一些什么 festival 啊，让他们去参加，还是或者您觉得还是比较有选择，选一些比较重大的这个比较有 credit 这些 event 去参加？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是看孩子。那其实 festival 跟小比赛，这个是因为 performance 其实对孩子是一个最大的 motivation， 他们要 get ready， 他们要 try to learn how to play under pressure，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磨练。那就要进入 competition， 尤其是音乐比赛，要一个 mental preparation， 就是说音乐这个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它比赛呢再怎么有名的比赛，你都可以说，我觉得第2名弹得比第1名好，或者是那这些家长就要有这样子的准备，小孩子有这样子的准备。有时候你弹得很好，不见得；有时候你弹不好，也许会得评。当然 这 judges 的 comments 他们的 quality 很重要。选择性的比赛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有些比赛真的就不适合一些孩子，选曲子也很重要。OK， 好的。龙女士，我们知道呢，您也是从4岁就开始学钢琴。我相信您那时候也是从很小时候就是每天要练很多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达到您今天的成就。那么您现在呢也是说很多在学钢琴的过程中，尤其是对初学者来说，有时候孩子和家长之间呢会有一些conflict 冲突摩擦，对吧？就是有的时候家长会太 push 啊，或者孩子怎么样，就是说您对这种情况，您有对他们就是无论是家长啊还是孩子初学者来说有什么建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是也蛮难回答的，因为我从小长大的环境又跟现在在美国长大的这个新人类这一代又不太一样。以前的话，我们因为没有很多选择，但是就是父母他们给我就是让我们对音乐有这个爱，然后会对这个美的感觉感到共鸣。所以，但是在这边的话，他们的选择很多，他们觉得这个东西要花那么多时间才可以达到美，对吧？所以呢，但是我是觉得音乐是真的需要 push， 只是你看你 push 的方法。就是说教孩子是很难的，我自己也不是很成功，因为我儿子也
也不太想练琴，他是 percussionist， 他打鼓。那但是呢，就是要有弹性，就是要找到他喜欢的什么东西，然后从那方面着手。比如说有的孩子他不见得说喜欢 Mozart Bach， 他喜欢 Chopin， 他就好让他去学这个，或者是 Jazz。因为音乐呢 ，when it's good music, it's good music, right？ 然后他可以之后，他也许愿意再扩张他的视野，介绍其他的曲子或寄给他。但是这个就是有时候是不容易，因为教孩子我们都知道，孩子有时候会受到觉得是挫折感。那父母在什么时候要推一把，什么时候要扶一把，这个是要捉捏的地方。对，您刚才在讲的时候也讲到一些留白，我都有时候在讲，是不是有时候家长也不能一直在那里 push， 有的时候也要给孩子一些空间，让他就像您说，先要去感受这个美，然后让他自发的去想学，是没错，对，没错，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教育孩子，其实我发觉是最难的。等到我自己当妈妈之后，我才发觉这个东西有多难，因为它就是就像你说的这个。它需要有弹性，你需要有个弹性，就是有时候你看一个逼得很紧的小孩，就真的像是揠苗助长，外面长一个很大的花，里头是空的。到了上大学，一个钢琴都一个音都不碰的。对，所以我现在我是很高兴听到我学生他们有时候不见得走音乐，不走音乐的上完班下完班回来，还有时候想弹琴这类的，这个是，然后去听听音乐会这一类的呀。那就是目的就达到了，让他喜爱音乐，然后可以因为音乐可以扩张视野，是吧？希望今天对龙女士的采访能够给许多正在学琴或准备学琴的孩子及其家长有所启发，也祝愿这些孩子和家长能够享受学习钢琴艺术的过程，更多的体会到音乐带给我们的人生乐趣。这里是华府华语的名人访谈节目，我是记者雨飞，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